喺1988年2月22日嗰個平凡嘅夜晚，27歲嘅傅美玲推開康怡花園 D 座312室嘅家門時，佢絕對諗唔到自己即將成為香港法律史上一個前所未有案件嘅關鍵證人。當佢睇見母親馬潔之正喺度拖地，鼻孔掛住血跡嘅時候，更唔會諗到呢個看似普通嘅家庭糾紛將會演變成一宗震撼整個香港社會，至今仍然充滿謎團嘅無屍命案。呢宗案件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並非僅僅因為佢嘅血腥同殘酷，而係因為佢似一面鏡，反映出1980年代香港社會嘅複雜面貌，一個處於政治轉型期嘅城市，一個對精神健康問題缺乏理解嘅社會，一個傳統與現代價值觀激烈碰撞嘅時代。更重要嘅係，呢個案件挑戰咗我哋對真相存在同消失嘅基本認知，提出咗一個至今仍然無解嘅哲學命題：一個人可以如何徹底咁從呢個世界上消失？從表面上睇，呢個似乎係一個典型嘅家庭悲劇啊！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嘅妻子，因為懷疑丈夫有外遇而痛下殺手。然而，當我哋深入挖掘呢個案件嘅細節嘅時候，會發現佢遠比表面睇起嚟複雜得多。呢個唔單止係一宗謀殺案，更係一個關於記憶、幻想、現實與虛構之間界限模糊嘅心理學研究案例。馬潔之嘅供詞充滿咗令人毛骨悚然嘅細節。佢聲稱用鐵錘打死丈夫，然後用電鋸將屍體分解，再用家中嘅石油氣爐將屍塊煮熟，最後分裝成多個垃圾袋丟棄。呢啲描述如此詳細同埋具體，以至於即使係經驗豐富嘅警探，亦都不得不認真對待。然而，當警方試圖尋找支持呢啲供詞嘅物理證據時呢，卻發現咗一個令人困惑嘅現象。除咗一啲細微嘅血跡反應之外呢，幾乎揾唔到任何能夠證明呢場所謂屠殺曾經發生過嘅證據。呢種證據與供詞之間嘅巨大落差，讓整個案件蒙上咗一層神秘嘅色彩。係馬潔之嘅精神分裂症讓佢產生咗殺夫嘅幻覺，定係佢真係殺死咗丈夫，但係卻以某種我哋無法理解嘅方式完美咁清理咗現場？或者呢整個事件係一個更加複雜嘅陰謀，涉及到我哋尚未發現嘅其他因素。要理解康怡花園烹夫案嘅深層意義，我哋必須將佢放喺1980年代香港嘅特殊歷史背景下嚟審視。1988年正值香港歷史上最為關鍵嘅轉折期之一。4年前簽署嘅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確定咗香港嘅命運。呢個曾經嘅英國殖民地將喺唔到10年後回歸中國。呢種政治上嘅不確定性滲透到社會嘅每一個角落，影響住每一個香港人嘅心理狀態。喺呢種大環境之下咧，香港社會呈現出一種奇特嘅分裂狀態。一方面經濟嘅蓬勃發展讓呢座城市享受住前所未有嘅繁榮。1988年香港嘅貿易總額已經躍居亞洲4小龍之首，僅次於日本。康怡花園本身就係呢一種經濟奇蹟嘅產物。呢一個位於九魚涌嘅大型住宅項目，代表住香港中產階級嘅崛起同埋對美好生活嘅嚮往。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前途嘅不明朗卻讓好多香港人感到深深嘅焦慮同不安。人才外流成為當時社會嘅熱門話題，好多有能力嘅香港人開始為自己同家人尋找後路。呢種集體嘅焦慮情緒喺某種程度上為康怡花園案件提供咗一個微妙嘅心理背景。馬潔之嘅精神分裂症或許可以被視為呢種社會焦慮嘅一個極端表現。佢對丈夫外遇嘅偏執懷疑，是否亦都反映咗嗰個時代香港人對背叛同拋棄嘅深層恐懼？當整個社會都喺度擔心被拋棄時，一個精神病患者對被丈夫拋棄嘅恐懼就顯得格外具有象徵意義。更有趣嘅係，呢個案件發生嘅時間點1988年2月，正值中國農曆新年期間。喺中國傳統文化中，新年係家庭團聚嘅時刻，係和諧與幸福嘅象徵。然而喺康怡花園嘅呢個家庭中，新年卻成咗悲劇嘅開始。呢種強烈嘅對比
唔單止增加咗案件嘅戲劇性，亦都暗示咗傳統價值觀同現代生活之間嘅深刻衝突。從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咧，康怡花園案件亦都反映咗1980年代香港家庭結構嘅變化。隨住兩個就夠晒數家庭計劃嘅推行，香港開始出現少子化現象，傳統嘅大家庭模式逐漸被核心家庭所取代。父家正係呢種新型家庭結構嘅典型代表，夫妻二人加上一個成年女兒，住喺現代化嘅公寓裏邊。然而呢種看似現代化嘅家庭結構，卻無法解決深層嘅心理同埋情感問題。馬傑茲嘅孤立感同埋偏執症狀，或許正係呢種新型家庭結構缺乏傳統支持網絡嘅一個副產品。特別值得注意嘅係呢個案件中女性角色嘅複雜性。馬傑茲既係受害者，亦都係加害者，既係一個需要同情嘅精神病患者，亦都係一個可能嘅冷血殺手。呢種角色嘅模糊性反映咗1980年代香港女性地位嘅複雜變化。一方面，隨住經濟發展同社會進步，香港女性獲得咗更多嘅教育機會同經濟獨立性。另一方面，傳統嘅性別角色期待仍然強烈咁束縛住佢哋。馬傑茲作為一個家庭主婦，佢嘅身份認同完全依賴於佢同丈夫嘅關係。當呢種關係受到威脅時，佢嘅整個世界就崩塌咗。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啦，馬傑茲對丈夫外遇嘅偏執懷疑唔僅僅係精神分裂症嘅症狀，亦都係嗰個時代好多香港女性內心恐懼嘅極端表現啦。喺一個快速變化嘅社會中，傳統嘅婚姻同家庭關係面臨住前所未有嘅挑戰。男性有咗更多嘅經濟機會同埋社會流動性，而女性卻往往被困喺傳統嘅角色期待中。呢一種唔平衡嘅關係，為家庭衝突埋下咗隱患。康怡花園案件最令人着迷嘅一個方面係佢對1980年代香港社會精神健康認知嘅深刻揭示。喺嗰個年代，精神疾病仍然係一個充滿污名同埋誤解嘅領域，社會大眾對精神分裂症嘅理解極其有限往往將其與瘋狂同埋危險劃等號。馬傑茲被診斷患有幻想被害嘅精神分裂症超過20年，呢個意味住佢從1960年代末就開始同呢種疾病抗爭，而喺嗰個更加保守同缺乏理解嘅時代，佢所承受嘅社會壓力同內心痛苦可想而知。更令人深思嘅係馬傑茲嘅精神狀態同佢所處嘅社會環境之間嘅複雜互動。精神分裂症嘅一個典型症狀係妄想，特別係被害妄想。喺馬傑茲嘅案例中佢嘅妄想集中喺對丈夫不忠嘅懷疑上。然而，我哋必須問一個關鍵問題：喺一個男性主導對女性不忠行為相對寬容嘅社會中，馬傑茲嘅妄想係咪完全冇現實基礎？1980年代嘅香港雖然已經喺1971年廢除咗一夫多妻制，但社會對男性婚外情嘅態度仍然相對寬容。商業應酬文化嘅盛行為男性提供咗更多接觸其他女性嘅機會。喺呢種社會背景下，一個已經患有被害妄想症嘅女性，好容易將呢啲社會現象內化為對自己嘅威脅。馬傑茲嘅妄想或許正係佢對呢種社會現實嘅一種扭曲，但係並非完全冇根據嘅反應。從精神醫學嘅角度嚟睇，馬傑茲嘅案例亦都提出咗一個重要嘅問題：精神疾病患者嘅供詞應該如何被對待？喺法庭上，兩名經驗豐富嘅精神病專家都證實咗馬傑茲嘅精神分裂症診斷，呢個直接影響咗最終嘅判決結果。然而，呢個亦都引發咗一個更深層嘅哲學問題：如果一個人嘅現實感知已經被疾病扭曲，咁佢對真相嘅描述仲有幾多可信度啊？馬傑茲對殺夫過程嘅詳細描述，包括用鐵錘打死丈夫、用電鋸分屍、用石油氣爐烹煮屍塊等，呢啲細節如此具體同生動，以至於好難相信佢哋完全係幻想嘅產物。然而，物理證據嘅缺乏又讓呢啲描述顯得可疑。呢種矛盾提出咗一個令人不安嘅可能性，亦許馬傑茲嘅供詞係真實記憶同病態幻想嘅混合體。
真相可能比我哋想象嘅更加複雜同模糊。從法律嘅角度嚟睇，康怡花園案件創造咗香港法律史上嘅一個重要先例。呢個係香港首宗喺冇揾到屍體嘅情況下成功起訴謀殺罪嘅案件。為咗解決呢個法律難題香港法院參考咗英國嘅一個類似嘅案例其中一名男子疑似被妻子殺害，但由於埋屍地點後來被建造咗一座大橋而無法挖掘，英國法院仍然基於其他嘅證據判決兇手有罪。呢個法律先例嘅建立唔單僅係技術層面嘅突破，更反映咗法律制度對正義概念嘅深層思考。喺冇屍體嘅情況下，點樣證明一個人已經死亡？如何喺缺乏直接物理證據嘅情況下確定犯罪事實？康怡花園案件迫使香港嘅法律體系面對呢啲根本性嘅問題，並揾到咗一種喺不完美證據基礎上追求正義嘅方法。然而，最終嘅判決結果誤殺而非謀殺，亦都反映咗法律制度對精神疾病嘅特殊考量。法官同陪審團認為，馬傑茲嘅精神分裂症狀減輕咗佢嘅刑事責任。呢種判決唔單止體現咗法律嘅人道主義精神，亦反映咗社會對精神疾病認知嘅進步。然而，呢個亦都引發咗另一個問題嘅。如果精神疾病可以成為減輕刑責嘅理由，咁社會應該點樣平衡對患者嘅同情同埋對公眾安全嘅保護呢？馬傑茲最終被判處無限期入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呢個判決喺某種程度上迴避咗上述問題。佢既唔係完全嘅懲罰，亦都唔係完全嘅寬恕，而係一種介於兩者之間嘅解決方案。有趣嘅係，馬傑茲喺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接受治療7年之後，喺1995年底獲釋。醫生認為佢嘅精神狀況已經康復。呢個結果提出咗一個令人深思嘅問題啦。如果馬傑茲真係康復咗，咁佢對當年事件嘅記憶係咪亦都會發生變化？佢係咪仲記得嗰啲血腥嘅細節？或者隨住精神狀態嘅改善，佢係咪會意識到自己嘅供詞中有幾多係幻想嘅成分？康怡花園案件最深層嘅意義，或許在於佢對存在呢一哲學概念嘅挑戰。傅彤呢個人喺物理意義上完全消失咗，除咗一張身份證影本同家人嘅記憶之外，冇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佢曾經存在過。呢種徹底嘅消失，等我哋不得不思考一個根本性嘅問題：一個人嘅存在究竟意味住乜嘢？喺現代社會中，我哋習慣於通過各種物理痕跡嚟確認一個人嘅存在，身份證件、銀行記錄、社交媒體賬戶、工作記錄等等。然而喺傅彤嘅案例中，所有呢啲痕跡都被抹除咗，佢就好似從來冇存在過一樣，完全從呢個世界上蒸發咗。呢種現象讓我哋意識到人嘅存在係幾咁脆弱同埋易逝。更令人不安嘅係，傅彤嘅消失唔單僅係物理上嘅，亦都係記憶上嘅。隨住時間嘅流逝，記得佢嘅人越嚟越少，關於佢嘅記憶亦都越嚟越模糊。喺某種意義上，馬傑茲嗰啲血腥嘅供詞反而成咗證明傅彤曾經存在過嘅最有力證據嘅。呢種諷刺嘅情況提出咗一個深刻嘅問題：是否只有通過死亡，一個人嘅存在先至能夠被確認？從存在主義哲學嘅角度嚟睇，康怡花園案件亦都可以被視為對現代人存在焦慮嘅一種極端表現嘅。薩特曾經話過：他人即地獄。而喺馬傑茲嘅案例中，呢句說話得到咗最血腥嘅詮釋。佢對丈夫嘅愛與恨、依賴與恐懼，最終導致咗一場可能嘅悲劇。呢種極端嘅情感糾葛，反映咗現代人喺親密關係中所面臨嘅根本困境。我哋既渴望同他人建立深刻嘅聯繫，又害怕被他人傷害或者拋棄。案件對香港社會嘅影響遠遠超出咗法律層面。康怡花園 D 座312室從此成為香港最著名嘅凶宅之一。呢個標籤唔單止影響咗該單位嘅市場價值，亦都影響咗成座大廈嘅聲譽。有趣嘅係，呢種凶宅現象本身就反映咗香港社會嘅一啲深層特徵，對超自然現象嘅敬畏，對死亡嘅恐懼，以及集體記憶對個人命運嘅影響。
案發單位多年嚟冇人問津，即使業主多次嘗試拍賣，亦無法成功出售。呢種現象不僅僅係迷信嘅結果，亦反映咗社會對暴力同埋死亡嘅集體創傷。每當啲人經過康怡花園嘅時候，都會諗起嗰個神秘消失嘅男人同嗰個可能嘅血腥場面。呢一種集體記憶嘅力量，讓一個物理空間承載咗超出其本身嘅象徵意義。更有趣嘅係，康怡花園案件喺香港流行文化中嘅地位，佢被列為香港10大奇案之一，成為無數電影、電視劇同埋小說嘅靈感來源。呢種文化現象咧，反映咗香港社會對神秘同未解之謎嘅迷戀，亦體現咗集體無意識對暴力同死亡嘅複雜態度。通過不斷咁樣重述同重新詮釋呢個故事咧，香港社會喺某種程度上試圖理解同消化呢個創傷性事件啦。從媒體學嘅角度嚟睇，康怡花園案件亦都係香港新聞媒體發展史上嘅一個重要節點。1980年代正值香港媒體業嘅黃金時期，各種報紙同雜誌競相報導呢一個轟動性案件。媒體對案件嘅詳細報導，唔單止滿足咗公眾嘅好奇心，亦都喺某種程度上塑造咗公眾對精神疾病同家庭暴力嘅認知。然而，呢種媒體關注亦帶嚟咗負面影響，特別係對精神病患者嘅污名化，同埋對受害者家屬嘅二次傷害。案件仲反映咗1980年代香港社會對科學技術嘅信任同埋依賴。警方使用最新嘅鑑識技術喺現場尋找血跡，化驗專家利用先進儀器進行血液分析。呢啲科技手段咧喺當時咧都係相當先進嘅。然而，即使有咗呢啲技術支持咧，警方仍然無法揾到決定性嘅證據。呢種科技同現實之間嘅落差咧，提醒我哋科學技術嘅局限性咧，亦都暗示咗某啲真相可能永遠無法被完全揭示嘅。從犯罪學嘅角度嚟睇啦，康怡花園案件咧，亦都提出咗一啲重要嘅問題啊。如果馬潔芝真係殺死咗丈夫，咁佢係點樣做到咁完美咁清理現場嘅？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嘅女性，係咪具備執行如此複雜犯罪計劃嘅能力，定係話佢得到咗其他人嘅幫助？案件中提到嘅馬潔芝細佬馬顯坤同埋2名地盤工人，佢哋喺成個事件中扮演咗乜嘢角色？呢啲問題至今仍然冇明確嘅答案。特別值得注意嘅係，案件中涉及嘅烹屍細節咧，喺犯罪史上邊極為罕見。如果呢啲描述係真實嘅，咁佢哋反映咗一種極端嘅心理狀態同行為模式。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咧，將受害者嘅屍體進行如此徹底嘅破壞同處理，可能反映咗加害者對受害者嘅極度憎恨，或者係一種試圖完全抹除受害者存在痕跡嘅心理需求。呢種行為模式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否常見？佢是否同馬潔芝嘅特定症狀有關？呢啲問題對於理解精神疾病與暴力行為之間嘅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時至今日，距離康怡花園案件已經過去咗30幾年嘅，但呢個案件對現代社會仍然具有重要嘅啟示意義。首先，佢提醒我哋精神健康問題嘅複雜性同埋重要性。喺當今呢個壓力巨大、節奏快速嘅社會中，精神健康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普遍。馬潔芝嘅悲劇話俾我哋知後，如果唔能夠及時識別同埋適當治療精神疾病，後果可能係災難性嘅。現代精神醫學已經取得咗巨大進步，我哋對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嘅理解比1980年代深入得多。然而，社會對精神疾病嘅污名化仍然存在。好多患者仍然面臨歧視同埋誤解。康怡花園案件提醒我哋，精神疾病患者唔單止係潛在嘅危險源，更係需要社會關愛同埋支持嘅弱勢群體。我哋需要建立更完善嘅精神健康服務體系，唔單止要治療疾病本身，更要幫助患者重新融入社會。其次，呢個案件亦都反映咗家庭關係同埋親密關係中嘅權力動態問題啦。馬潔芝對丈夫外遇嘅偏執懷疑雖然可能係病態嘅，但係亦都反映咗傳統婚姻關係中女性嘅脆弱地位啦。
喺現代社會中，隨住性別平等意識嘅提高同女性經濟地位嘅改善，呢種不平衡嘅關係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然而，我哋仍然需要警惕親密關係中嘅控制同暴力傾向，無論係來自男性定係女性。從法律角度嚟睇，康怡花園案件開創嘅無屍命案先例喺現代刑事司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隨住科技嘅發展啊，特別係 DNA 技術、監控技術同埋數位取證技術嘅進步咧，而家要完全消除一個人嘅存在痕跡變得更加困難。然而，呢個案件提醒我哋，即使喺科技高度發達嘅今日，仍然可能出現證據不足嘅情況。法律制度需要喺追求真相同埋保護無辜之間揾到平衡。案件仲對現代媒體報導提出咗重要啟示。喺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嘅速度同埋範圍都大大超過咗1980年代。一個轟動性案件可能喺幾小時內傳遍全球啦，對當事人同埋相關人員造成巨大影響。康怡花園案件嘅媒體報導經驗話俾我哋知啦，媒體喺報導此類敏感案件嘅時候，需要喺滿足公眾知情權同埋保護當事人隱私之間揾到平衡，特別係要避免對精神疾病患者嘅污名化。從都市發展嘅角度嚟睇，康怡花園案件亦都反映咗現代城市生活嘅一啲問題，高密度嘅居住環境、鄰里關係嘅疏離、社區支持網絡嘅缺失，呢啲都可能加劇個人嘅孤立感同精神壓力。現代城市規劃需要考慮如何創造更有利於心理健康嘅居住環境，如何建立更強嘅社區聯繫同埋支持網絡。案件中嘅兇宅現象亦都反映咗現代社會對死亡同埋暴力嘅集體心理。喺一個越嚟越世俗化嘅社會中，人們對超自然現象嘅信仰可能喺度減弱，但對死亡嘅恐懼同埋對暴力嘅創傷記憶仍然深深影響住我哋嘅行為。呢種集體心理點樣影響房地產市場、社區發展同城市記憶，係一個值得深入研究嘅社會學問題。最後，康怡花園案件提出咗一個永恆嘅哲學問題真相嘅本質係乜嘢？喺呢個案件中，我哋可能永遠冇法知道究竟發生咗乜嘢。傅彤係生係死，馬傑之嘅供詞有幾多係真實嘅？呢啲問題可能永遠冇答案。然而，呢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人類存在嘅一個基本特徵。我哋生活喺一個充滿謎團同埋不確定性嘅世界中，我哋必須學會喺不完美嘅信息基礎上做出判斷同埋決定。康怡花園案件就好似一面鏡，反映出人性嘅複雜、社會嘅矛盾同存在嘅荒謬。佢提醒我哋喺追求真相嘅同時，亦都要保持謙遜同同情心。佢話俾我哋知，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悲劇嘅主角，每個家庭都可能隱藏住不為人知嘅痛苦。佢警示我哋，精神疾病唔係個人嘅恥辱，而係需要社會共同面對嘅挑戰。30幾年過去啦，康怡花園 D 座312室仍然空置，成為呢一個城市記憶中一個永恆嘅謎團。或許呢個正係呢個案件最深刻嘅意義所在。佢提醒我哋，有啲真相可能永遠冇辦法被揭示，有啲傷痛可能永遠冇辦法被治癒，但生活必須繼續，社會必須進步。我哋必須從過去嘅悲劇中學習，為未來嘅和諧而努力。喺呢個快速變化嘅時代，康怡花園案件嘅教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佢話俾我哋要關注身邊嘅人，特別係嗰啲可能正在承受精神痛苦嘅人。佢提醒我哋要建立更包容、更理解嘅社會環境。佢警示我哋要珍惜生命、珍惜彼此。也許呢個就係傅彤留俾我哋最寶貴嘅遺產，唔係佢神秘嘅消失，而係佢嘅故事所帶嚟嘅深刻反思同社會進步嘅動力。多謝你收睇我哋嘅影片啊！我哋誠意邀請你，千祈唔好走住，繼續睇埋落去先，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說話想同你講。不過講之前都請大家幫一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
如果你想睇到我哋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呢個 YouTube 頻道。焦點 FM TV 同埋其他子頻道未來將會一直製作更多實用而且具有價值嘅資訊。如果想進一步收睇更多，例如文章專欄、文字新聞同埋線上課程嘅話，請登入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免費註冊成為我哋嘅會員。我哋嘅網站系統每日都會自動向你提醒新嘅重要資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網站首頁右上角嘅位置就可以見到登入或者註冊，撳入去你就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啦，或者 Google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去註冊或者登入成為我哋嘅會員。過程只需10秒鐘嘅啫，快捷而且方便。由於我哋將會推出積分系統啊，所以越早登記，未來嘅積分就會越儲越多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仲有啊，去到我哋嘅網站喺首頁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已經開始咗焦點專屬嘅玄學家同埋健康專家名冊，只要入到去就可以一覽無遺所有焦點 FM TV 曾經合作過或者合作緊嘅專家聯絡方法啦。當然啦，其實喺每個專家嘅節目入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大家都會見到有一啲嘅二維碼喺度嘅。其實大家只要掃一掃，一樣可以入到去每一位專家嘅網站專頁，亦都可以直接睇到佢嘅聯絡方法添。焦點 FM TV 邀請唔同嘅專家免費分享佢哋嘅專業資訊，從來都係承諾不會從中收取佣金嘅，因為我哋希望用最客觀嘅角度去為業界作出推廣，同時亦都對我哋嘅觀眾負上一定嘅責任。2024年嘅8月，我哋舉辦咗5週年嘅台慶網聚活動，參與人數接近200人。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嚟緊嘅8月同埋10月，焦點 FM TV 將會舉辦6週年台慶活動，活動將會分香港場同埋澳門場。今次嘅活動係首次實現港澳同辦嘅歷史性一步。詳情同埋報名方法可以睇返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詳細了解。多謝各位。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